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用真实、缓慢、清晰的中文聊语言、人生、文化、科技，关注那些你我都关心的事情。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这一期播客，我想再来聊一聊 AI 人工智能。我之前在第31期播客的时候，也有聊到过 AI 的话题，但那是差不多1年之前的事情了。那在这1年当中， AI 行业的发展可以说非常的迅速，以及我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也有了一些新的关于 AI 的思考和观察，所以在这一期播客里，我想再和大家聊一聊最近从我的角度而言，我所看到的 AI 行业的发展，以及接下来可能在 AI 行业里会比较受关注的一些领域，以及 AI 对我们每个人可能有的影响。那在1-2年前，当我们刚开始使用 AI 的时候，我们可能思考的问题或者想搞清楚的问题是 AI 能不能够写出足够好的文章，以及它会不会写代码。但是从今年来看，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 AI 能不能够工作，能不能够自动化掉一些人的日常工作，以及它能不能够与现实世界沟通互动，甚至是帮助人类发现一些新的科学规律。今天的 AI 它不仅仅是一个聊天工具，不仅仅是 ChatGPT， 它已经逐渐变成了一种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虽然可能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尤其是不在科技行业工作的人而言，所谓 AI 还仅仅停留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的这个领域里。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 AI 现在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大语言模型，也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的发展了。但是大语言模型的发展依旧是现在来看最成熟的 AI 方面的应用。虽然我们感觉体感上似乎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并没有像1-2年前那么有惊艳的感觉，它的发展更像是 incremental， 也就是渐进式的一个发展，而不是指数型的发展。但是事实上说， AI 的底层能力仍然在快速的增长，并且这些模型训练的算力还在不断的提高，数据的规模也在增长，投入的资本也在增长，只是说不同模型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以及我们衡量一个大语言模型是否好的标准有了一些变化。1-2年前，最主要的大语言模型还是 ChatGPT， 但是在今天来看，可能使用 ChatGPT 的人仍然是大多数，但是也有不少的人在使用 Claude， 也就是 Anthropic 这家公司的主要的模型，以及中国也有一些不错的模型，包括 DeepSeek 以及别的一些中文为主的模型都还不错。所以当这些模型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的时候，它似乎变成了一个商品，也就是说，当我
在 A 公司所使用的模型用的不是很顺畅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换到 B 公司。然后可能我听说另外一家公司的模型，它的自动化程度更高，它的上下文长度更广的时候，我可能又会换到另外一家。这就有点像我们今天买手机，对吧？当我们买手机的时候，可能我们会习惯用某一家公司的手机，但是当我们听说另外一些公司的新产品会更方便，电池耐久程度更高等等，那我们可能就会换到另外一家公司的手机上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 AI， 尤其是大语言模型的应用，现在就像是变成了一个放在货架上的商品。那除了大语言模型的发展，还有另外2个领域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大语言模型是作为第一个所谓出圈的人工智能模型呢？很简单，是因为大语言模型它是基于语言、基于文本所训练出来的模型。那我们这么多年在各种媒介上，比如说互联网，比如说写的书、杂志、报纸等等，积累了非常多语言和文本为主的数据。那这就给了大语言模型用来训练的基础，所以大语言模型是第一个能够被实实在在用到日常的工作、实际的生活当中的模型。那下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浪潮就是机器人，也就是 Physical AI， 中文就是物理 AI。虽然我个人认为物理 AI 和 Physical AI 之间的含义有一些不同，但这是在中文世界里大家聊到 Physical AI 的时候会用到的中文的词。那物理 AI 指的就是人工智能模型能够理解世界，而不仅仅是文本和语言。那所谓的世界就指的是物理规律，所以它的名字里有一个 physical， 对吧？那所谓的物理规律指的就是比如说重力，比如说摩擦力，比如说空间关系、时间顺序等等。那拿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来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站在地面上，对吧？那我们是受到了重力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站直，否则我们就可能会摔倒，或者说倒向一旁。这是因为我们理解重力的存在。那再举一个例子，当我们需要从桌面上拿起一个杯子的时候，我们知道我的手和这个杯子之间有摩擦力，所以我能够拿起来。但是因为这个杯子它可能比较脆弱，或者里边有水，所以我可能需要调整自己手指上的力量来拿起这个杯子。这些对于人类来说非常简单的动作，对于机器人来说却是非常困难的。这其实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个悖论，那就是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困难的事情，对 AI 可能会很简单，比如说解决一些数学题，做逻辑推理，或者说在国际象棋和围棋比赛中击败世界冠军。这些事情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非常困难，但是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可能对 AI 来说就会很困难。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拿起
一件物品，或者说走过一个杂乱的房间，或者说在拥挤的人群当中辨认出一张熟悉的脸等等，这些对于甚至是1-2岁孩子来说都非常简单、非常本能的事情，却很困难。背后的一个解释就是因为刚刚那些提到本能驱动的事情，对于人类来说是经过了几万年的发展才形成的能力，但是像解决数学题、做逻辑推演等等，是最近才发展出的能力。所以对于机器人或者说对于物理 AI 的模型而言，想获得那些通过几万年才发展出来的本能是非常困难的。那第二个物理 AI 发展比较慢的原因，就是训练数据没有像大语言模型的训练数据那么多。这也是目前物理 AI 进步的最大的一个瓶颈。那在物理 AI 的浪潮之后，就是 AI for Science 科学 AI。那科学 AI 的重点就在于发现新的材料、新的药物、新的数学定理等等。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 AlphaFold， 它是一个模型，用来预测蛋白质的结构。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尝试发现一个蛋白质的结构，但是都没有成功。然后 AlphaFold 就一次性解决了，甚至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具体科学方面，尤其是药物研发方面，我个人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在这里没有办法给大家很详细的解释。但是当人工智能进入医学领域、进入生物学领域的时候，我认为它是可以帮助生物学家以及研究药物的科学家们加快他们的研究速度，然后帮助到更多的人。那这些人工智能的浪潮对我们的影响是怎样的呢？我前段时间有和朋友在聊到这个话题，他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其实是很悲观的。他把人工智能的发展比作曼哈顿计划。我是很不赞同这样的一种看法，因为曼哈顿计划本身是国家主导，并且它的目的非常的明确，那就是通过造原子弹来威慑其他的国家。但是人工智能它更像是几十年前互联网、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发展，它是商业推动，地位更像是基础设施的建立，而非具有特定的目标的这样一种科技发展。但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有些朋友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抱有非常负面的看法，因为的确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后面其实消耗了非常多的能源，并且这些能源目前的发电方式也都不一定是可持续的。所以有些人就会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它其实是对现在我们面临的全球变暖的问题雪上加霜，让整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我们需要产生更多的能源，而这些能源本应该是用来支撑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但我觉得我们需要从2个方面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方面，那就是正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初期，尤其是大语言模型的发展以及大规模的人类在使用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件事情还是非常新的，所以它背后的基础设施是没有准备好的。
就像前段时间 Anthropic 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大家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我们在各个层面实际上是没有准备好的，不管是政策，不管是监管，还是能源等等，甚至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学校的教育系统等等，都没有准备好人工智能的到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件坏事，就像是几十年前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蒸汽机的发展也给环境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智能手机在生产过程当中也产生了非常多的废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技术本身的存在是没有价值的。第二个角度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它不会停止，尤其是在西方世界这样一个以资本为主导的市场。对经济学有一些了解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一个理论叫做无形的手 Invisible Hand， 说的就是资本市场它就像是一个被无形的手所引导的市场，哪里有利润，资本就会流向哪里。那资本流向的地方就意味着有竞争，有竞争就意味着价格会下降，效率会提升。这也就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1-2年之后，现在大语言模型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我们一般人可以选择的模型也越来越多，甚至是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自己的实际的用途来选择模型。所以这就是无形的手的好处，那就是首先它不会停止发展，所以不管我们再怎么去怨恨人工智能以及后面的数据中心消耗的能源有多么的大，它是不会停止的。那作为一般人来说，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成为人工智能的主人，甚至是成为把人工智能变得更高效，或者说它背后的能源变得更具有可持续性的这样一些努力，而不是说人工智能毫无意义，人工智能一点用都没有，它只是在消耗我们的仅有的一些能源等等。但可能又有一些朋友会说，现在因为人工智能，很多人失去了工作，那这些人怎么办？那我的回应就是说，任何一个新的科技的发展都意味着一些人会失去工作。再拿刚刚提到的工业革命为例子，当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出现的时候，有一部分的工人就失去了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了。但同时这个浪潮也创造了新的工作和新的工种，比如说需要有操作机器的人，需要有去建造这些机器的工厂，也会需要招新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失去工作的那一部分人身上，也需要意识到新的工作和新的工种都有被创造出来。但与此同时，的确也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理解。第一个就是失去工作的那一部分人并不一定有能力，有这个需要的技能去做被创造出来的新的工作。有一部分人他可能就是会被留在了上一个浪潮里。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资深的员工，一些比较 senior 的人，他们的具体工作可能并不一定会受到影响，但是新人受到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刚从学校毕业的人。因为以前新人他们负责的事情就是查一些资料，写一些材料的初稿，
做简单的 presentation， 或者说写简单的代码，但是现在这些工作人工智能都能够做到了。那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的话，总有一天这些资深的员工需要退休，需要离开这些公司，那哪里去训练新人，让他们成为新的资深员工？所以人工智能它带来的讨论和影响是非常复杂的。那具体到我自己来说，我现在说实话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可能和1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也还是非常表面的一些使用，比如说用 ChatGPT 去做一些研究，然后自动化一些我日常的工作。但除此之外，我并没有非常深入的去了解人工智能其他的新的发展，比如说用人工智能去写代码，或者去建一些 agent 来帮自己完成一些工作。说来也惭愧，毕竟我算是半个科技行业的人，并没有非常深入的去使用 AI。另外一个我用人工智能比较多的事情就是生成图片，因为在我的日常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和设计师去沟通，然后需要向对方去表达我的一些想法。那的确通过生成的图片来解释会比我用一大段文字去描述我想要的内容更容易。和我一起工作的设计师们在他们的日常工作当中也是会经常用到 AI 去做一些头脑风暴，或者说去寻找一些新的点子等等。所以在不同行业里，就算仅仅是大语言模型，也有很多的可能性吧。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去相信 AI， 什么时候去质疑它的回答，并且思考我们作为人类的优势到底在哪里。比如说同理心，比如说真实的这样一些的反应，都是 AI 目前做不到的。那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注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不一定要为这些新的发展感到焦虑、怀疑自己，而是说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同时做好一些准备。我这期播客里提到了非常多我个人对于人工智能的一些观点，你赞同吗？欢迎在留言区给我留言，或者给我发邮件，一起来讨论讨论。那这期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秋月漫谈是一个面向中文中高级学习者的中文播客，我用清晰而缓慢的中文聊你真正关心的话题。除了免费的播客 newsletter 以及带有中英字幕的视频之外，我还提供针对严肃中文学习者的付费内容，包括修订后的中英文文本，播客里较难的单词和例句，以及与播客内容相关的问题，都附带我的录音。每个月还会有一次播客话题的投票。感兴趣的话，欢迎查看我的 Patreon 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